欢迎收看今天的《户来座谈历史讲堂》，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我们的大人诗人系列啊。最近呢，我们在聊唐朝的开国啊，一系列已经到了唐高祖一统整个关中地区，还有山西的高原。接下来呢，他就要往中原地区来进发了啊。那首要目标呢是洛阳地区啊，还有河北的群雄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隋唐演义》里面这一些强大的英雄豪杰们，而唐高祖这些竞争对手是如何啊，在他们父子联手之下，一一的打败甚至消灭他们哦。而且这里面有一点意思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哥哥李建成啊，其实也扮演相当重的角色哦。那到底为什么唐高祖李渊他可以在这样群雄混战的当中来胜出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关注的重点啊。讲到历史问题啊，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历史专家哈，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学弟好，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像上一次我们已经聊到李渊是如何在惊心动魄之中啊，把关中给打了下来啊。当时薛举一度杀着李世民都差点挂了，最后没想到由天命来决定，他说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薛举就这样病死了，所以让新生的李唐政权啊转危为安。那接着进一步啊，就要出关中争夺天下。这时候天下群雄尽数汇聚在一个大城市上面，可以说是天下之中心啊，在哪里的学长？而围绕着这个地方所展开的惊心动魄群雄豪杰的故事，就是隋朝末年天下的乱局，英雄辈出。这个时候，整个天下争夺的焦点就是在当时的东都洛阳。为什么洛阳会成为当时天下争夺的焦点？首先，洛阳是当时天下的存粮跟天下所有的仓库所在地。我们知道，从隋文帝开始，他就锐意的经营洛阳嘛，在洛阳发掘啊，或者说建造了大量的粮仓。我们知道，隋文帝这个人没有别的长处，存钱很厉害，对不对？如果按照唐代的说法，当时隋朝的存粮最高峰的时候可以供全天下60年之用，所以当时在洛阳附近挖了大量的粮仓，包括什么洛口仓啦、会洛仓等等啊，这些粮仓，这些粮仓的遗址后来在近代考古都有被发现，到今天还是让人觉得叹为观止，里面存有大量的粮食。各位，在战乱时代最珍贵的，除了兵源之外，就是粮食嘛。因为战乱时代他没有办法好好耕田，也没有稳定的税收，对不对？所以谁能够掌握洛阳，谁就有争夺天下的资本。当时洛阳非常的重要哈。第二个是洛阳，它的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嘛。我们知道洛阳的地理位置刚好是黄土高原跟黄淮平原的衔接点，所以自古以来洛阳一直到唐代为止啊，洛阳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首都。我们知道汉代跟唐代都是历史上所谓的双首都帝国，但是很多时候洛阳甚至还比长安还重要。我们知道从隋文帝开始修运河之后，洛阳又成为南北运河衔接的一个重要的点，所以洛阳的漕运特别方便。所以当时天下尤其从南方各地来的税收就可以直接集中在洛阳。各位，一直到开元28年，就到唐代中叶唐玄宗时期，我们有学者做过研究，隋唐的皇帝在开元晚期之前住在洛阳的时间比长安还要多，因为长安粮食不够吃啊。那洛阳刚好是天下税收集中的地方，所以住在洛阳的话就补给比较方便。有一个人几乎没有住过长安一天，自从当了皇帝之后，谁呢？武则天呢？武则天最喜欢洛阳，其他地方他都不喜欢。可见洛阳的生活条件跟环境也比较好。隋炀帝也常年都住洛阳比较多啊。对，因为他出去玩方便嘛，直接上了船。还有一个说法是因为他弑杀爸爸，怕被冤魂索命。武则天也是啊，怕王皇后萧淑妃找他索命，就躲在洛阳哦。所以当时的人一般的看法就是得洛阳者得天下，所以洛阳自然就成为群雄争夺的中心，就在洛阳这边一锅粥。不过洛阳这里长期的作战，从隋朝末年杨玄感造反开始，整个洛阳地区反而客观的形成了一个状态，就是当时在西边的李渊就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李渊狂飙式进军，兵不血刃就拿下了整个关中，让他周围还有强敌。那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受惠于洛阳的战局，谁呢？就是崛起于河北的窦建德。当时大家都去打洛阳，河北山东一带反而没有什么强敌，就让窦建德迅速的增长。所以到了整个洛阳争夺战的后期，天下东西两强的状况就非常的明显，就是西边在关中地区的李渊、李唐啊，另外就是在河北、山东这一带的窦建德。所以基本上中原的3个焦点，或者说鼎足而三的状况就很清楚啊。西面的李渊，在洛阳的王世充、李密，以及在河北这一带的窦建德，当时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天下
牙的三股势力。那水墨群雄混战，大家也知道，当时炀帝先跑到了江都，就今天扬州嘛。后来他被宇文化及给弑杀了，在弑杀的过程当中呢，整个天下就非常动荡啊，那就出了几个非常有名的隋末唐初的豪杰们啊。那我们今天要把这几个豪杰介绍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豪杰他们最后为什么没有获胜？对比说李渊为什么获胜？我们就可以比较得出到底李渊他胜在哪里？弑杀了隋炀帝的宇文化及，为什么很快就失去了竞争力，而且兵败身死？原因是在哪里？首先想在中原混战，我们刚才讲洛阳嘛，那在洛阳这里最强大的势力是谁？彼此之间呢，是不是征战不休啊？当时在洛阳这边争夺的几股比较大的势力其中第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当中，被认为一开始最被看好，而且很有希望夺得天下的人是李密隋末的这个李密是当时天下群雄一开始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一个，因为他的出身不在李渊之下对，他的曾祖父李泌是西魏的8柱国之一。各位你看，光是这一点拿出来跟李渊就不相上下，对吧？李泌在西魏曾经担任过大将军，也曾经担任过宰相，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赵郡李氏嘛。另外他的祖父叫李耀，当时在北周时期担任过太子太保。另外还被封为邢国公，对，你看李家被封为唐国公，他们家被封为邢国公，所以他们两家在爵位上也是势均力敌。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我们看他一开始发展的轨迹跟李渊也很像。从少年时期就被推荐到宫体里面担任侍从，就直接在隋炀帝身边，所以这是非常荣宠的位置不过他在隋炀帝身边过了没有多久，他就发现到一点，他认为隋炀帝这个人已经好大喜功、好虐好杀，而且这个人根本就无心于治理天下，所以他身边有一些他父亲跟他祖父的朋友就暗示他说，你不妨再回家念书，做官天下，看有什么改变，到时候你再出来也不急。所以他在大业初年的时候，他就辞官回家念书。其实隋炀帝蛮喜欢他的，你今天看到隋书年间，隋炀帝好几次单独接见过他，要重用他。我们可以说李密不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很少看出来跟着这个老板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他就辞官回家。辞官回家之后，历史上很有名，牛角挂书，一方面培养他自己的声望啦，二方面厚植实力。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很欣赏李密，这个人我推估跟他们家可能是世交，是谁呢？就是帮助隋炀帝跟隋文帝父子拿下天下的杨素。杨素非常的欣赏李密，后来李密回家归隐过一段时间之后，杨素亲自派人去找李密，告诉李密说，你要不要到我儿子身旁做事？因为我们知道杨素这时候年纪大了，而且身体不好，而且杨素大家也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也晓得帝国被杨广这样折腾搞不了多久了嘛，所以他就叫李密到他的儿子杨玄感身旁做事其实这边可以看出来，杨素恐怕也是觉得未来有一天天下要乱，所以也是给他儿子储备人才嘛，未来有一天能够有所举动。我们知道隋炀帝3人高丽打到整个国家都已经虚脱了就在大业9年的时候，楚国公杨玄感就在这一年的时候造反，进攻当时的东都洛阳。根据我们今天看到隋书上面的记载，杨玄感在进攻洛阳的时候，李密曾经多次奉劝杨玄感说，洛阳附近驻有重兵，你打洛阳的话，就算你打下，一旦天下大乱，你又会变成其他群雄攻击的目标。洛阳如果没有办法立刻得到的话，他就劝杨玄感不要留恋这个地方。他当时跟杨玄感说，要不然我们就西上，直扑关中，拿下帝国的首都。因为关中这时候很空虚，几乎没有什么守军他跟杨玄感，要不然我们就拿下山东淮北，先夺得一个广大的地盘，再看天下的状况。可是杨玄感不听，杨玄感当时认为说洛阳非常重要。各位，这也不能怪他们，你看这么多粮食，这么多钱在那边，谁看着不会心动，对不对？对，谁都想拿而且当时的一个政治氛围天下人都认为说，得洛阳者得天下。对，没错，果然在洛阳这边就陷入苦战。杨玄感并不是一个多能干的统帅，在这边就没有办法快速取得胜利，最后就兵败身亡。当时整个中原的状况就陷入一个更为混乱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我们知道3次征高丽失败之后，有大量的逃兵，这个在隋书跟资通界面都有记载。当时在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对，那几十万大军崩溃，不是都死光了对不对？隋炀帝把他的部队丢掉不管，这些人怎么办？要么就回家。可是家乡早就已经不堪闻问了，要不然就变成盗匪。根据当时《资通鉴》的记载，在我刚讲这些地区，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上千人聚集的盗匪多如牛毛，不可胜数。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农村破产了嘛，再加上隋朝的地方统治秩序瓦解了，所以当时很多农村里面的人就开始四散逃逸了，没有办法继续在家乡生活，所以整个中原的秩序就完全毁灭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有一些地方上的草莽英雄
就开始纠集到处四散的力量，以及不甘被隋朝的暴政所迫害的人，变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其中在中原地区最强大就在河南的瓦岗寨这个地方，由当时的另外一位草莽英雄叫翟让，翟让他当时就纠集了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我们今天看《资治通鉴》，这些人主要是逃兵，很可怜，去当兵就九死一生了，对不对？在辽东没有打死，就也回不了家。那去哪里呢？当时没有上梁山嘛，那就只好去瓦岗，大家结一个山寨，投在一个草莽英雄之下，共同反抗隋朝的暴政啊。所以隋末农民起义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瓦岗的农民军啊。瓦岗在今天的河南滑县这个地方，主要的领袖除了我们刚讲到的翟让之外，还包括很多耳熟能详的隋唐英雄，范雄信、徐世基，另外李密，其他像秦琼、程咬金。翟让在李密的辅佐之下，瓦岗的势力就成长得非常快。根据我们今天看到隋书的记载，瓦岗在短短1年之内，他底下的部众就超过10万人。当时李密就建议翟让要开始收买人心，所以他们只打劫运河沿线的官船，用今天话讲替天行道，对不对？所以大概到了大约12年的时候，就有10几万人，而且屡次击溃隋军，很快就控制了洛阳周围的几个重要的仓库。拿下这些仓库之后，李密就建议翟让开仓赈济。当时中原地区是非常可怕，我告诉各位，整个隋末的动乱，保守估计天下百姓减少2/3。哇，你就可以知道有多可怕。当时整个中原地区已经民不聊生了，而且其实是从隋文帝晚年开始就很奇怪，天下收成不好，他也不开仓赈济，所以有时候也很难理解隋文帝存这么多钱到底是要干嘛，对不对？这也是隋朝大失人心的关键啊。结果很快瓦岗就得到了洛阳附近百姓的支持，在屡屡作战当中，因为不断的获得胜利，有一个人的声望就越来越高，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李密，就逐渐超过了翟让。各位，翟让只当过小吏，并没有什么学问，出身更不怎么样。其他这些草莽英雄出身都不怎么样，而李密在他们这里面就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各位，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各路的英雄们就推举李密，就认为说李密应该当他们的领袖，而不是翟让。各位，可见这个时候的人非常信仰家族出身跟血统，就好像我们前面讲李渊的出身好，大家就容易把人心支持在他身上。翟让其实讲起来也是了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就禅让，把瓦岗领袖的位置让给了李密。不久之后，各路英雄还叫李密早日称帝，李密竟然也拒绝了，认为说还没有完全控制洛阳之前不宜称帝，他只称为魏公。所以这段时间，李密成为当时天下的焦点，一时之间大家都认为说李密是有资格领导各路的义军推翻隋朝的。基本上他有几个重要的成就，除了我刚讲赈济百姓之外，就是他击溃了宇文化及。不知道前面宇文化及杀掉杨广之后，他就带领他的部队，主要是当时隋炀帝身边的羽林军跟虎贲军，离开了扬州，渡过了淮水，向西北方向前进。很明显又是扑向洛阳，而且他的部队有10几万哦。大家眼中看到就是洛阳，包括宇文化及在内，各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如果被击溃了，宇文化及的势力就当锐不可挡了。而且宇文化及手上还有肉票，萧皇后跟隋朝的王室在他手上。当时就在黎阳这边，瓦岗军跟宇文化及的部队展开了一场决战，这场战役打得相当的惨烈。根据隋书跟资治通鉴都有记载，瓦岗军伤亡也非常的大。但是在李密的指挥之下，秦琼、程咬金，另外还有范雄信等人奋勇作战，终于将这宇文化及击溃，而且还打死了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士及。击溃之后，就等于保护了洛阳这里的战果。那宇文化及看拿不下河南洛阳，他只好转而向东北山东的方向走。后来他就碰上了另外一个豪杰窦建德，这个我们后面再说。那这一仗宇文化及被击败之后，又有大量大概超过3万名的隋军向瓦岗军投降。各位，虎贲军跟羽林军是精锐部队，所以就让瓦岗军的实力就更为壮大了。李密在击溃宇文化及之后，他的考验才刚开始，很快一方面他的地位就更高，二方面开始对他的前老板翟让就不是那么礼貌了，翟让就被冷落了。对，古代的农民起义集团常常都有这样的问题，瓦岗集团也差不多是这样翟让后来就口出怨言，认为说李密对他不礼貌，过去的部下也都不太理他了其实翟让现在决定要让绥远防止军早一天就赢了。如果天下又乱的话，大家还会想起你，那你留在这个阵营里面就很危险。其实这个也充分显示，就是说像翟让这种出身比较低的低阶官员，他们这种政治的宏观程度是比较差的啦。所以翟让在一开看到李密豪杰之气上来，就把位置让给自己兄弟。对，让完之后，开始后悔了。我觉得这就是格局上的一个落差了。后来翟让因为这件事情跟李密关系越来越不好，甚至于李密也开始怀疑翟让是不是
又想要把位置要回来，就在几次双方的冲突之下，李密就找了一个理由把翟让给杀掉了。这件事情其实对李密也非常的伤。翟让当初把位置给你，讲了一些牢骚话，你就说他想造反，把他杀了，让许多讲究江湖义气的草莽豪杰们没有办法接受啊，就觉得李密也不过如此嘛。你堂堂一个八柱国家主，竟然连一个前老板都容不下。其实李密还有一个办法解决翟让问题，就是把翟让派到外面去当官也可以。可是这时候大家都想要窝在洛阳，又没有人想离开，是不是？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解开的死结。很快瓦岗军内部的裂痕就开始出现了。当时像单雄信、徐世基这些人都觉得非常的不服气，所以整个瓦岗军从此之后就陷入内斗猜疑。我们后面还会讲到王世充又进来搅和，整个洛阳就会乱得像一锅粥一样难以收拾了。其实翟让被杀最大的伤害是单雄信跟徐世基后来就离开了瓦岗集团，还包括程咬金、秦琼都也离心离德嘛。那这些人才的失去，其实对瓦岗军的伤害才是大的。这里也可以看出瓦岗军集团的特殊性啊，它是一群草莽豪杰的集结体。事实上，我觉得瓦岗军有一点像东汉光武帝当时呢，他崛起的过程。你看他们是一个群体，谁当头确实是要靠个人威望。所以当你做出不服个人威望的行为的时候，你的威望下降，反而会动摇到你自己的军本啊。我觉得整体是这样啊。李密为什么对翟让没办法服气？很大程度还有一个，就李密的出身实在是太好了。对，没错。而翟让的出身很低啊，翟让做过东郡的法曹，相当于地级市的法制局局长而已。而且呢，还因为犯法当斩，因为下面有狱吏把他给放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李密会自己觉得我就高翟让一等啊，而且这天下是我打的啊，所以这种不服气的状况就会出现，所以彼此之间就会出现大的裂痕哦。那李密的上升期就到这里了，瓦岗军接下来发展就受到很巨大的挫败，而且洛阳这里啊，天下群雄荟萃啊，另一个猛人更猛，那他是谁呢？甚至他不是汉人。对，没错，这个人就是另外一位在洛阳争霸战当中祖先来自西域的王世充。王世充在不论是正史也好，小说也好，他都是一代枭雄，知不知道？王世充根据我们今天看到《隋书》上面的记载，他本姓支，对，姓支从汉朝开始就很清楚，就是西域的入支人。当时的入支人基本上几经几百年的变化，有许多其他的民族跟他们混血、迁移混血。王世充是属于粟特人昭武九姓里面的一支。粟特人是中亚地区在当时非常活跃的一支商业民族。我们今天看到《旧唐书》或者《隋书》对他的记载，基本上他自幼就在洛阳、长安一带增长，后来就在这一带经商，成为一个当时很有名的一种职业——吴商。据说他非常聪明，他说汉语之外，也精通西域的好几种语言。我认为他年轻时候可能去过西域。另外，根据《旧唐书》对他的记载，说他精通经史跟兵法，所以这个人讲起来也是一代奇才，对不对啊？他大概是在开皇年间的时候担任宫廷侍卫，后来升任所谓的员外郎。根据我们今天看到《隋书》的记载，他就在隋朝当官这段时间，竟然把整个隋律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他非常精通隋律。后来他在江都，就扬州那边担任江都郡丞，各位，这是一个肥缺，也是个重要的位置，这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据说他因为长袖善舞，然后非常擅长张罗搞钱，所以隋炀帝每次去都被他搞得热热闹闹的，开心。这个人真是能干，所以开始对他屡屡提拔。后来到了大业8年左右，当时因为天下开始乱，他就自己在江都这附近招募了士兵10000余人，并担任统帅，维护江都这一带的治安。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载，他好几次成功镇压了扬州这一带的农民叛乱。没有多久，后来发生了历史上的杨玄感之乱，王世充就立刻带着他麾下的部队北上，配合当时隋朝的几支部队一起对杨玄感作乱。所以在平杨玄感之乱的时候，他也立有战功，他部队逐渐在扩大。随即他就带着他的部队在山东、河南一带不断的镇压起义的队伍，所以他的威望跟他的实力就逐渐扩大了。不久之后，他被隋炀帝任命为江都通守，就是掌握军政大权，有一点像汉朝末年的周穆刺史。那个时候他就变成一方之霸了。后来我们知道就发生了江都兵变，江都兵变之后，隋炀帝被杀掉。不过王世充这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他不跟宇文化及同流合污，所以宇文化及的部队渡过淮水往西北洛阳突过去嘛。这时候大家眼睛都盯着洛阳啊，是不是？那王世充很聪明，率兵北上之后，先在河南、山东这一带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得到宇文化及败走的消息之后，一开始是加入李密集团，但是后来他跟李密很快就交了。我们上次有讲过，整个洛阳这边就是打成一锅粥。王世充进入之后，因为他本身就具有威望，再加上我们前面讲过，李密的声望不断在降低，所以很多瓦岗军的人物，像单雄信，就投奔到了王世充的麾下。
所以后来王世充跟李密双方反目成仇，就成为洛阳争夺战的两股重要势力。各位，战场就在洛阳周围，最后几次战斗之后，王世充击溃了李密。这边稍微讲一下，李密当年在当杨玄感的部下的时候，他叫杨玄感不要执着于洛阳，就他自己执着在这边。这充分显示一件事：李密可以当一个军师，但是李密自己当头的时候，他没有决断力。这种人讲白了，言过其实嘛。李密被打败了，没办法，他只好带着他的残部投奔了李渊。后来叹服无常，最后也被李渊杀掉了。那王世充占领了洛阳，对当时整个战局来讲，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洛阳的争夺战就在618年，终于有了一个结果。他占领了洛阳之后，就坐拥天下最多的钱粮啦，是啊。王世充一开始的时候在洛阳，他还是以随臣自居哦。当时他就立了杨同为随公弟，这个杨同就是我们前面讲李渊在长安立的随公弟的亲弟弟。王世充也被受封为郑王。同一个时间，还有一个河北的窦建德也称臣，也被追封为夏王。北方到此为止就3分啊，在长安的李渊，在洛阳的王世充，在河北的窦建德。但是照道理讲，王世充打败了李密，攻下了洛阳，应该形势大好啊。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们看他的格局，就看他得意之后是什么德性，对不对啊？王世充打败了李密，拿下了洛阳之后，他的本性很快就恢复了。瓦岗的部众本来还希望王世充是一代枭雄，能带领着大家有一番作为，就没有想到王世充很快就纵情享乐。各位，这也很难不纵情享乐。你把仓库一打开，满满的粮食、金银珠宝。根据《隋书》跟《资治通鉴》的记载，王世充的本性残酷好杀、喜怒无常，常常莫名其妙拉掉一些他的部下，甚至于对百姓也没有早年那一种体恤的心情。所以很快他拿下洛阳之后，没有多久就众叛亲离。后来他又逼迫杨同禅位嘛，称为大正皇帝啊，国号就是正。他的这些作为就让之前因为对李密失望而投奔他的一些瓦岗的将领，又开始对他失望，包括秦琼、程咬金、罗士信等人。单雄信是一直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啊，转而投奔李渊，而且带走不少人哦。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至少带走1-2万的部队。李渊是非常开心哦，就把他们立刻收到自己的麾下，也都成为后来李世民手下很得意的战将。王世充等于是声势受挫，失去人心，部下叛离，所以他的顶点也就到洛阳为止。王世充在这个时候开始，他等于就长期盘踞在洛阳这边，但是他又没办法离开洛阳这一带啊，所以都很快他就成为新生唐朝的主要目标吧，因为你就挡在关中的前面啊，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哦。那另外啊，我们刚刚讲到天下3分嘛，第3个窦建德，哇，这个人了不起啊，传奇色彩更加浓厚啊。像这个在山东、河北地区被誉为是侠客等级的窦建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其实，在《资治通鉴》跟《旧唐书》里面都有很有趣的记载。当时的李渊、李世民、李建成这些李家父子在长安的时候，就问从河北来的人，他说夏王为人怎么样？几乎所有从河北这边流亡到长安这一带的河北人，每个人对窦建德都充满好评。这件事情让李家父子啧啧称奇，就说窦建德不过是个庄稼汉，这么能够收拢人心。我这边也反映了一件事，李家父子根本看不起这个庄稼汉，出身差太多了嘛。窦建德他就是河北人，他们家4代务农，他曾经担任过里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村长，在古代也是负责保甲这一类的事务啊。书上称他重冉许，喜侠节。隋炀帝三征高丽，主要是征河北跟山东，尤其是河北。当时河北是非常非常惨的，各位3征高丽死100多万人，竟然都是河北人居多，对不对？整个战局打到崩溃哦，然后从北方溃败下来，这些隋朝的士兵3-5成群，最后就变盗匪啊，所以河北的状况非常的不好。后来河北的动荡结果，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上有利人士想要在河北这一带能够创建他们自己的势力。窦建德一开始就加入到孙安祖这边，据说跟着他一起参加都是以前在河北征高丽时候的同袍，但是因为他加入孙安祖集团就公开造反啊，所以导致他的父母跟他的家人大部分都被隋廷所杀，只有他的太太陶氏跟着他一起逃出来。孙安祖后来被隋朝打败，窦建德就带着孙安祖集团一部分人加入了高士达集团。他们2个人其实本来就有交情，所以高士达立刻把他拔擢成自己的副手。他们就打了第一场重要的战役，进攻当时的涿郡。其实涿郡就在今天的北京附近啊，涿郡是当时漕运的终点，这边囤积了很多粮食跟物资。这一次很成功，就把涿郡攻下，而且还杀掉了涿郡太守郭循，算是取得了一次不算小的胜利啊。不过随即隋军就开始在河北这一带集结，开始对这些叛乱的势力作战。几场战役下来，高士达就不幸战
战死。不过高士达战死之后，窦建德就理所当然成为河北叛乱集团的领袖，他继续集结河北一带的抗隋势力，跟隋军周旋。根据我们今天看到所有对窦建德的记载，都是英武仁慈。窦建德从来不侵害百姓。根据资通先生形容，窦建德跟他的太太曹皇后两个人只穿粗布棉衣，然后每天吃粗粮青菜，几天才吃一条鱼，还是保留了非常简朴的生活。我告诉各位市民的生活非常的华丽李世民要穿好的吃好的，你就可以知道两个人在差太远了。据说窦建德只要得到一点好东西，都是分给他的部下，然后部队的粮食只要有多出来，就赈济周围的百姓，所以百姓都很喜欢他。所以短短1年，窦建德的力量就聚集到将近10万人，成为河北最大的一支力量。在617年的时候，他自称长乐王，河北的乐寿为首都，年号丁丑，因为这一年是丁丑年。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文化程度也就这样。之后跟隋军在河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统帅薛世雄发生了历史上河间战役这场战役击败了薛世，俘虏3万多人。或者这3万多人绝大部分都加入了窦建德麾下的部队。各位，过去都是一些农民军嘛，战力有限。那这一批正规军被他收编之后，史书也称窦建德集团的势力就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成长。到了618年的年底，农历的11月，他就开始改国号，自称为夏王，年号武凤。还是很简朴的一个年号。窦建德在河北这一带不断作战，紧接着他就南下，因为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在黎阳这边被李密击败的宇文化及带领的部队，想要在山东这里取得一席之地。当时窦建德非常痛恨宇文化及，其实全天下人都痛恨宇文化及。各位，在当时弑君是大罪啊，哪怕你杀的是一个暴君，而且大家都知道。隋炀帝没有亏待你啊，结果你把隋炀帝杀了，所以当时他就亲自带领他的部队渡过黄河，在聊城这个地方以逸待劳跟宇文化及的部队展开了一次决战。这场战役打得非常的惨烈各位，宇文化及这个人能力一般，但是他的部队都是虎贲军跟羽林军，战力很强，都是隋朝对精锐部队，所以这一战打得非常的惨烈。据说夏军也伤亡很大，有好几员大将战死，最后终于成功的击溃了宇文化及的残部，将宇文化及在阵前斩杀。最重要的一点是，窦建德救出了萧太后，就是隋炀帝的太太，以及隋炀帝当时留在身边的一个孙子叫杨正道。其实史书还有记载，另外还有100多名梁隋皇室的成员大部分都被他救出来了。史书记载这一段是让人蛮感动，他行君臣之礼，很恭敬的侍奉萧太后，跟萧太后讲说：“你愿意去哪里，我们护送你。”当萧太后就表示她想到东突厥去找义成公主，据说是宗室女隋炀帝的堂姐妹啦，从山东一路往河北的方向挺进。窦建德的部队都在护卫着萧皇后跟杨正道的车队，而且秋毫无犯。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据说沿途的百姓看到这一幕都感动落泪。我真是没有想到，到现在竟然还能看到王者之师不抢劫，而且不乱来。等到他把萧皇后等人送到东突厥之后，他又做一件事，他把他的首都迁到了河北的明州。明州今天已经划归邯郸市的一个区他迁都到邯郸之后，他马上就开始完善他的政治组织。他做了几件事，第一个，他礼敬知识分子，任用裴举。裴举是隋朝的大臣，非常熟悉隋朝的制度跟法律。他就用裴举制定朝仪法律，而且还建立国子监。另外，他收了一个很重要的智囊，叫做林敬。林敬后来就担任他的国子监祭酒。另外，他的麾下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大将，叫做刘黑闼，跟他是称兄道弟。据说他们小时候就认识，后来一起从军。刘黑闼曾经一度参加过瓦岗军，不过后来因为他跟王世充不对盘，被王世充关起来过。逃出来之后，他就逃回了河北，追随窦建德。这件事也蛮重要的，因为让窦建德知道当时整个洛阳这一带战况跟几个势力的情形。窦建德好几次渡过黄河到山东一带作战，打败了当时另外一个在山东这一带势力不算大的割据英雄徐元朗。窦建德在621年左右就扩张到今天黄河以南山东的东部这一带。讲到这边，各位有发现一件事，他大概有4年的时间疆域没有太大的扩张，始终就局限在河北、山东这里。我告诉各位整个淮河以北基本上没有重要的割据势力。徐元朗并不强，另外还有一个能够牵制他的力量，就是在河北一带已经臣服于李唐的罗毅。罗毅主要的割据范围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一带，所以他对窦建德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有人问过罗毅你为什么不投降窦建德或跟窦建德合作呢？窦建德风评也不错《资治通鉴》记载，罗毅当时就讲，他说建德等
皆拒贼，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据关中，民望所系，王业必成，无绝归之。敢异议者入。讲白一点，罗毅这种大官的小孩根本就看不起窦建德。他在617、618、619、620连续这几年跟窦建德都有作战，互有胜负，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消灭罗毅，又是窦建德的另外一个败笔，导致他一部分的部队被牵制在河北。我想这也是他没有办法在山东到淮北一带扩张他势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告诉你，窦建德甚至于到洛阳去跟李世民决战之前，还有讲过，他说我王世充跟李渊刚好形成天下三足鼎立。其实讲这个话就表示窦建德这个人格局真的是不行啊。首先第一个，怎么可能三足鼎立呢？王世充跟李渊不管是谁赢，最后一定会跟你对决的。你在河北山东一带的割据绝对不会太久。第二个是，那南方广大的江南怎么办？还有帝国的1/2在那里，你这个河北人难道都不要？可见他的地理跟他的眼界都非常的窄小，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后来就发生了历史上的虎牢之战嘛，我们在过去讲唐太宗的时候有讲过，最后这一战的结果，历史上称作叫一战擒两亡，可以说是决定了最后战局的胜负，我们可以这样讲。不过回过头来讲，窦建德最大的问题啊，他就是一个没有称霸北方的袁绍。那他没有办法打败北方的罗毅，就相当于袁绍没办法消灭公孙瓒一样，永远有后顾之忧啊。所以就造成他的战略格局上相对比较窄的，这也是他失败的一个地方。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后方未定，而且罗毅跟徐元朗基本上有一段时间都臣服在唐朝，那就是要跟你死磕的嘛。结果你这两个不去顾，先把兵锋掉头跑去打洛阳的虎牢之战，最终也造成自己兵败身死。后来啊，他败亡之后，他的好朋友兼他的得力大将刘黑闼继承了他的残余势力，还继续奋斗了一段时间。不过这个到后话了啊。倒是李世民成功夺取洛阳之后，真的是不可一世啊，天下震动，这样讲就出现了一个难题。李世民的声势这么的高，他也当上皇帝了，他有太子李建成啊。这时候对李渊来讲，他已经不单纯只是要处理如何统一天下的问题，他开始要处理政治上的形势，也就是统一天下之后该如何治理，甚至是他100年之后该如何让整个政权的基业得以延续哦。所以，像李渊在这个时候做了什么样政治上的安排？从这个安排，我们可以看得出李渊的格局跟这些群雄完全不是个档次啊！他已经想到了后面的事情了。对，首先我们上次有讲过李渊的战略，所以这种格局高低就分出来。另外还有一点，李渊他称帝之后，如何的为帝国未来的长治久安做一个打算，就非常的重要。这几年有一个人立下首功，而且这个人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就是秦王李世民。你听这个王号就非常的隆重，秦就是陕西嘛，意思就是说能够打下今天在长安这一带的基业，首功就是你李世民。所以他爸爸是肯定了他的首功，但问题是这样并不够啊。为什么呢？因为像马刚那些人投奔之后就指明他们想要跟李世民，李渊一开始也乐观其成，可是等到虎牢关战役胜利之后，李渊就开始伤脑筋了。李世民的声望这么高，他集团的力量就这么大，李建成怎么办？我们先讲一下李建成。各位，李建成，我们今天所有能看得到的资料来讲，其实在能力上面应该不在李世民之下。当时的人的说法是，李世民优于才，李建成优于德。就李建成是一个沉稳稳重的老哥，而且今天我们看到相关的记载，甚至有人早就建议李建成赶快把李世民干掉。但是一方面，我相信李建成可能也不敢；二方面，李建成也是顾全大局，因为天下没平定，我这个弟弟最能打。那李渊当时的方法是把李建成留在身边，这也不能说不对。很重要一件事情，李渊后来逐渐把很多朝政都交给李建成来处理。这个状况有点像明仁宗朱高炽，对不对？对。就是他老爸有些事情不想处理或懒得处理，就交给他，而且他的角色越来越吃重。后来太子建成几乎等于是代理皇帝一样，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不能说李渊这个安排有错嘛，这可以说是一个分工合作的一个状况。但是李世民实在是太闪亮了，是不是？不要说把他哥哥千古之下把他老爸的光芒都压过去了。当时的李渊就要考虑一件事：我这个太子必须要有战功。对，如果没有战功的话，未来很难对天下人交代。我要怎么处理李世民的问题？当时李渊的方法就是，后来李世民击败了窦建德之后，休整了不到1年，他就带了他的部队渡过黄河，然后到河北去跟刘黑闼作战。对，刘黑闼后来称汉东王，是一个骁勇善战而且非常难缠的人。他在河北这一带也很得民心。他跟李世民打了几仗之后，一开始他被打败，但很快就往后退。李世民是越界远征嘛，所以当李世民的部队稍微疲惫往后撤退的时候，他很快就能重新纠集力量，从背后打李世民。所以跟李世民打了1年
年多，互有胜负哦，各位。李世民的部队从虎牢关之战到这个时候为止，已经连续在外作战差不多2年了，各位很疲惫了哈，最后只好从河北撤退啊。这一撤退就给了李渊机会啊！李渊随即在第2年就任命太子李建成带着唐军的主力对刘黑闼作战。这一次唐军的准备就非常的充分了，粮食也够啊，而且补给畅通。这时候各地势力大，群雄也差不多被削平了。所以李建成这一次带了10几万的部队北上，经过几个月的作战，最后终于把刘黑闼击败了，也是唐朝的开国战争在全国各战场当中最艰苦的河北战场给解决掉了。各位，这一仗李建成赢得相当漂亮，唐军损失不大。这凸显了一件事，他好像比他弟弟还厉害一点，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分析全局并不是这样啦，但是无论如何，李建成都立了大功，他跟李世民之间的声望就逐渐拉平了。李渊他是贵族集团，说他很清楚知道一件事，皇位的继承问题不处理好，必然成为帝国的隐患。他在长安亲眼看到杨家跟宇文家当年是怎么完蛋，所以他当时就很希望能够平稳过渡政权，未来最好还是能够传给嫡长子李建成。各位，皇统的建立很重要，因为皇统继承相当于我们今天民主国家里面讲的宪法，权力的合法性跟安稳性。对，没错。所以他这一仗就给了李建成表现的机会。各位，李建成的声望就起来了。问题是他的对手是李世民啊，对不对？不会这么容易就我大哥好像也很厉害，我就算了，不可能这样。所以李渊也很困扰，甚至到了玄武门之变发生之前，就考虑我未来干脆将帝国1分为2算了，就跟过去的北齐、北周一样，你们2个1人1半好了。各位，如果这样干的话，那就是很荒唐的事情，必然内战，对不对？所以李渊的难题就开始出现了。那李建成跟李世民这2个人之间的尖锐矛盾越来越严重，就成为李渊晚年要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OK， 是啊，这个巨雷啊，就埋在唐朝里面，到底后来如何的解除呢？有待我们下一回来分享哈，到底是李渊拆弹成功，还是地雷直接爆炸？但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回头讲一下李渊。我们今天为什么故意把河北群雄比较重要的都给挑了出来啊？而且呢，我们挑的都还是比较能够成气候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了解李渊的厉害，从今天的史料有一点困难，因为史书很多材料都是他儿子后来写的，再加上李世民真的是太过闪耀，所以你只能透过比较群雄的性格。那我们就把今天所提到的李密、王世充跟窦建德做一些对照，你就可以了解到李渊到底在李唐开国当中他突出的地方啊。首先我们先来讲李密，李密说好听啊是出身非常显贵，而且一度在整个中原战争中啊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哦。可是事实上啊言过其实啊，自己劝杨玄感不要执着洛阳，但杨玄感败亡之后啊，自己当上了老大，跑去死克洛阳，完全不管。所以你要说他有政治头脑吗？他还真的有政治，但没头脑。那你说他有头脑吗？但是他好像只看到政治啊，他政治也不行，肃杀宅让这个居心大师嘛。另外，他跟王世充的相处也不好，他缺乏交际手腕啊。这个人性格上啊，可能在某些地方傲气很强。那王世充又是另外一个典型啊，非常残酷好杀，而且另外纵情享乐，贪图眼前的小利而忘大义啊，反而是提前大失人心哦。而且他在笼络人心的时候手段很糟糕，所以他手下这些猛将啊，本来是李密的这些猛将，通通跑掉了哈。除了干雄信之外呢，其他主要将领都跑到隔壁的李唐去了，这很难搞。那窦建德又是另外一个典型啊，比起前面2个，窦建德出身最低，但是呢也是最仁厚，可是仁厚却缺乏战略观，没有一个作战的宏图啊。他占据了河北地区的大部分之后，就有一点停滞了。比如说像我们要看到歌剧的形势图啊，始终无法消灭徐元朗，还有呢北边在幽州啊，也就今天北京这一带的左翼啊，而且这2个还纷纷都跟唐朝勾结啊，所以呢还搞得窦建德越来越艰困嘛哈。那另外他就是这种有小惠而无大志啊，有小义而无大谋啊这样的状况哈。在不消灭罗毅、拿下山东的情况之下呢，我刚才讲了嘛，他就是个失败的袁绍嘛，他甚至比袁绍还要糟糕，因为袁绍至少统一了北方，占领了山东地区，河北就拿下来了，没有错哈，成为当时北方最强诸侯嘛，差一点点，只要拿下曹操，有可能历史就改写了嘛。尤其在关键时刻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当王世充跟唐朝在死磕的时候，其实王世充没有这么快灭亡啊。如果王世充采取的是龟缩守城战略的话，依靠洛阳内部的物资啊，说实在啊，可以搞很久，对，守个2-3年，我看是很有机会的啊。因为洛阳墙高城坚嘛，基本上你用一般野战法是打不出来，一战秦2王会成功啊。大家如果回到我们那一讲去讲的话，其实他们是出去野战被抓到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反而是李世民赚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啊，缺乏大的政治格局，始终停留在草根的状况，是窦建德的问题了哈。所以反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李渊的优势啊。第一个有勇有谋，始终呢掌握主动权，敢拼啊。比如说
说李世民请缨一战要擒两王，他就让他去了。该什么时候要冲？而且呢，在很多谋略啊是沉足于胸啊。就是当李世民回来的时候，刘黑闼实在是搞不定哦，因为实称刘黑闼是汉兵啊，非常强悍，以勇悍著称啊，非常顽强的一个人。尤其是他听到窦建德被处决这件事，他很生气。所以唐朝没有杀王世充，竟然杀了窦建德，所以他当时等于是帮河北人报仇嘛。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李渊这个人呢，虽然他也是很有脾气啊，不过相对来说有一点人主之气啊。他知道什么时候要施予一些仁义，什么时候要施以雷霆霹雳的手段，然后政治跟文化的水平是非常的高的，这跟他们李家的传统有关系嘛。不过再怎么会玩哦，历史有时候就会跟他开玩笑，到底是什么玩笑呢？我们只能下回分享。所以最后啊，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非常完整精彩的会员完整版，今天录的特别的长，会员完整版也非常的充实啊，给大家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线下的赞助，绿界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有更多充足的粮草，我们就期待下一期再相见了。谢谢学长，拜拜。拜拜。